大家好啊，歡迎收睇 Football Addicts。咁啱啱過去嘅週末大戰連場啊，咁其中一場就一定係呢一場嘅德國國家打比啦。嗱，今場波兩隊無論喺戰術啦，定係球員質素、發揮上面呢，水平啊都係非常之高。嗱，成場波節奏明快，互有攻守啊。咁喺雙方都有10幾次嘅射門情況底下，嗱，最終就上演咗呢場3-2嘅入球 show。嗱，今日就同大家做個賽後分析。兩軍陣容方面啊，多蒙特呢，法夫里終於放棄咗季初對3中堅嘅迷戀啊，喺近幾場嘅賽事呢，用翻4後衛，咁打翻個4-2-3-1嘅陣式。嗱，今場波對比周中歐聯呢，有幾個球員嘅調動，嗱，包括中堅嘅侯姆斯啦，左翼嘅辛祖，攻中萊斯呢復任正選啊，維素爾上場呢就客串中堅啦，嗱，今場呢就移翻上去防中嘅位置啊，嗱，其餘人腳呢就維持不變。嗱，拜仁方面當然係永續佢哋嘅4-2-3-1啦，同樣地對比周中歐聯呢作出咗2個嘅調動，右閘嘅沙亞同埋中場嘅哥列斯卡出任正選。嗱，先講多蒙特嘅進攻啊，嗱，受制於拜仁嘅高位壓迫，佢哋嘅組織啊都會喺後場用長傳嚟化解壓力。嗱，今場右閘嘅梅利亞啦，嗱，佢喺後場所俾到嘅長傳質素確係唔錯噶，咁所以望落去梅利亞呢冇今場頻頻走上走落嘅左閘古里路咁搶眼啊，咁但係佢絕對係可以喺後場幫到手去組織上去。咁另外中堅嘅侯姆斯呢，同樣交出唔少到位嘅長傳，咁可以直接揾到前場嘅夏蘭特啦，又或者對角嘅辛祖，咁所以呢2位球員啊，交出全場第2多嘅長傳，並列7球啊。咁所以現代頂級嘅後衛啊，除咗防守呢，都必定要具備放長傳嘅能力。嗱，除咗化解逼搶，亦都可以作為球隊第一個嘅進攻點。嗱，受制於拜仁嘅壓迫，咁其實2位多蒙特防中啊，今場波傳球嘅成功率都分別只係有80.4% 同埋78.4%。嗱，中路組織唔到，咁佢哋就用翼鋒同埋前鋒直接衝擊防線啦。嗱，企圖繞過拜仁中前場嘅壓迫。嗱，好似呢個例子咁啊，嗱，古里路一攞到個波，前面嘅夏蘭特、雷拿已經同防線並排準備鬥跑啊。嗱，而古里路一攞到就要放噶啦，因為再拖高文已經到，金美治啊亦都會埋去逼。嗱，同樣地啦，又係古里路憑住個人嘅速度，一下子擺脫2個嘅拜仁球員。又係即刻放上去啊！因為再遲托尼素又會到啦。嗱，艾拿巴同夏蘭特又在鬥跑。嗱，又係古里路，又係夏蘭特。咁可惜今次就越位。嗱，就算去到最後入嗰球啊，又係佢啊，攞波轉身抬頭一望就俾啦。嗱，啱啱講呢幾個例子呢，都係古里路去交波。咁佢嘅速度啊，盤帶令到佢可以甩開少少壓迫，賺取少少時間同埋空位去俾波。咁呢啲就係球員本身嘅個人質素啦。嗱，而呢一個嘅進攻板斧啊，相信平時練波啊，應該都同夏蘭特練唔少。嗱，最後呢個例子同樣地啦，一攞到波，前面攤開晒幾條嘅線路已經準備好晒啊，真係全部馬匹準備妥當，一傳就跑噶啦。最遠邊線有古里路啦，稍為收入嚟嘅有雷拿啦，對位沙亞。嗱，近啲嘅就有夏蘭特同埋辛祖。嗱，今次梅利亞呢就冇選擇斬個大斜線啦，直接俾咗個直線辛祖跑。咁所以再次睇到啊，多蒙特今場進攻上嘅直接性。拜仁嘅 build play 呢，同樣都係後場長傳啦。咁紐亞俾咗全場最多嘅11次長傳，嗱，保定俾咗4次。咁去揾到前邊嘅利雲道夫斯基或者梅拿。嗱，而今場紐亞其實嘗試長傳係有22次，咁成功嘅只有11次，咁即係一半啦。咁但係我嘅睇法係拜仁其實唔係好介意長傳傳失嘅，因為只要佢將個波踢上半場，嗱，即使個球權啊俾咗對手，咁但係佢哋有信心逼甩對手去攞翻個波。嗱，尤其喺界外球啊，佢哋更加可以好好咁樣布陣壓迫，咁佢哋嘅進攻啊就可以喺半場開始啦。咁呢個其實都不失為一個推進嘅手段。嗱，咁佢哋中場至到 final third 嘅戰術亦都係非常之明確同埋清晰啊！咁就好似呢幅圖所顯示咁樣，不停分兩邊，然後再喺 half space 或者邊路再傳中。好似呢個例子，嗱，一下 counter press 之後，咁即刻分俾後上冚上嚟嘅靴南迪斯，然後2個球員佔據 half space， 利雲道夫斯基企中間，咁就即刻出個前柱波。咁最後亦都做到一個有威脅嘅射門。
嗱，可能大家覺得哇，就咁分邊傳中啫，咁好似好簡單啫。咁但係佢哋經過長時間嘅訓練，對呢套戰術啊非常之熟練。嗱，隊友嘅走位啦，或者相互之間嘅配合啊，已經係好好噶啦。咁哥列斯卡攞到個波啊，都已經識自動分落去。咁再加上其實佢哋嘅傳中啊係有好多花款。嗱，cut back、early cross、挖地波、遠處、前處，咁所以佢哋將整個戰術不停練習同埋優化嘅時候，咁就好似李小龍話齋，嗱，唔怕練10000款踢腿一次嘅人，咁但係怕一款踢腿練10000次嘅人。咁另外睇翻佢哋今場波球員嘅通常位置，咁你可以睇到拜仁嘅球員係壓得非常之前。嗱，譬如呢度你可以睇到5個球員喺禁區入邊啊，前柱、尾柱、cut back 嘅位置，再加禁區頂齊晒人。咁所以你見到靴南迪斯啊，係需要企翻入少少去防止對方中路打反擊。嗱，再睇到個例子啦，一字橫排5個人，咁所以進攻點係非常之多，確保佔據晒所有嘅線路。嗱，最後講一講梅拿嘅一啲聰明走動同埋企位。嗱，好似呢度咁樣樣，嗱，佢走咗去 half space 嘅位置，成功吸引到侯姆斯嘅注意，拉開咗中堅嘅距離，然後為利雲道夫斯基提供空間。咁另外啦，拜仁第2個入球亦都係咁樣樣。嗱，原先梅拿喺禁區頂嘅位置啦，咁2個中堅其實係夾住咗利雲道夫斯基噶。咁之後梅拿慢慢移去 half space 嘅位置，吸引咗視覺上望到佢嘅阿 Akanji 啊，咁所以好正常咁樣，佢就會跟咗梅拿。又拉開咗2個中堅嘅距離，令到侯姆斯同埋利雲道夫斯基呢係1對1。咁最後就以呢個攻勢作為拜仁進攻方面嘅總結啦。嗱，先有保定放長傳揾到利雲道夫斯基，然後梅拿呢就執second波。嗱，由於今場無論拜仁定係多蒙特嘅球員，通常企位呢都係兩翼收入，令到陣型集中中路啊。嗱，呢個做法其實係有利啊，佢哋去執second波。嗱，然後加勒比搏一下腳就分邊出波，喺短短10秒入邊啊，就已經完成咗一個攻勢啦。嗱，防守方面先講一個兩軍防守上嘅細節分野。嗱，先睇呢個例子。嗱，失去控球權之後，多蒙特由萊斯帶領，咁即刻做出 counter press。嗱，睇到呢度多蒙特嘅球員係完全 man marking 噶，咁亦都係因為咁樣樣啦。新組係並冇收翻入中間保護重要嘅區域，而俾到墮後嘅利雲道夫斯基去攞到波轉身，然後再分波。嗱，同樣地，再一次係失去球權之後嘅 counter press。又再次係完全 man marking， 中間係完全冇保護。嗱，保定呢其實係有一條直接向前嘅傳球路線。嗱，而你亦都睇到啦，利雲道夫斯基係攤開雙手話點解唔俾佢。嗱，咁相反拜仁呢就做咗個好好嘅例子。嗱，同樣地，拜仁球員係一個跟一個，咁俾雷拿揾到墮後攞波嘅萊斯呢，咁但係你見到阿拉巴已經即刻衝前 man mark， 萊斯喺壓力底下唯有係向邊線去交波。咁所以若果係做極端嘅 man mark 呢，咁就要做足晒，就唔好做啲唔做啲。咁其實呢一個問題啊，早前加力查喺英國嘅節目亦都曾經講過。嗱，例子就係利物浦對列斯聯嘅比賽。嗱，好似呢個例子咁，作為中場嘅奇雲菲利斯放棄咗防守中路，咁就去咗邊路啊 mark 墮後嘅宗師。咁結果中間空晒呢，就俾高美斯一個直線俾到中間嘅沙拿。咁啱啱講嘅就係反搶啦。咁但係其實今場多蒙特嘅布防呢係做得唔錯噶。咁當拜仁後場組織嘅時候啦，咁其實佢哋都會呈現一個4-4-2嘅陣式啊，並且整個陣型佈置喺中場附近，並唔會大舉嘅壓迫。嗱，你可以見到咁當保定俾波沙亞嘅時候，雷拿呢先至去逼噶。咁同時佢亦都不停 shoulder check 身後高文嘅位置，確保能夠遮到傳球嘅路線。咁當個波翻返去保定腳下，咁佢就即刻收窄翻噶啦，保護翻 half space 嘅線路。咁一直順移落去，嗱，嚟到左手邊呢，你都係見到多蒙特嘅陣型係非常之工整，完全遮晒中間啦同埋 half space 嘅位置，咁導致到阿拉巴呢冇得傳波俾新組同埋迪蘭尼身後嗰2位拜仁球員，焗住要傳邊路。嗱，亦都係啦，傳到俾靴南迪斯呢，新組先至去逼。嗱，之後就算拜仁有幾下配合啊，其實多蒙特都冇亂到噶。咁所有球員都係保護翻自己所屬嘅區域，而唔係去跟人掹。嗱，同樣地啦，中間去唔到，回傳俾中堅，咁前鋒一逼呢，就要放長波。
同樣又係前鋒一逼呢，又係要夾硬塞落去，咁又冇咗。呢個例子見到一搶輸射緊波之後呢，就即刻反搶形成3打1。偷波之後可以即刻放俾夏蘭特。而逼搶就係需要球員有緊密嘅企位啊，咁樣先可以盡快收窄空間，令到對手揾唔到出路。但係同時啊，因為陣型防守嘅時候有時收得比較窄，同埋會移晒去一邊，咁當然就係為咗壓縮空間嚟攞翻個波啦。但係一俾對面轉到邊就可以1對1，甚至係直接出波。拜仁亦都會面對同樣嘅問題，整個陣營呢移咗去左路，咁右邊啊就俾翻古利路一大片嘅空間啦。結果梅利亞呢最後都係俾到個大轉邊。最後就講講多蒙特第一個失球啦。先係陣營收窄啦，移咗去左路防守，然後俾拜仁轉邊呢，結果中間啊就被拉開，咁俾靴南迪斯揾到空位去傳。呢個例子都非常之值得去講噶。先係金美治攞波啦，然後迪蘭尼由右邊呢向左逼，限制咗金美治只能向佢嘅右邊推進。然後基本上所有球員呢都被 mark 死噶啦。古利路亦都封鎖咗傳地波俾高文嘅線路，只係爭少少呢就可以逼甩。但係拜仁大難不死之後呢，一個長傳放到上嚟，前面4位攻擊球員一字排開。多蒙特嘅中場同埋後衛距離好遠啦。一放到上嚟呢，就係球員嘅1對1，中場翻唔切嚟，所以清楚見到逼搶嘅優點同埋缺點。拜仁方面其實都係同樣設置咗4-4-2去防守，亦都係對位防守啦。同樣地，翼鋒亦都係先收窄防守翻中路先啊。多蒙特都係冇辦法俾到雙防中去用波，亦都係多蒙特呢放波去邊路呢，佢哋先會再去逼。呢個例子拜仁亦都係啦，收窄整個陣營啊，移去一邊，收窄空間去逼搶。另外其實拜仁喺保護 half space 方面其實可以再做好啲啦。上半場失嘅第一球就係呢個問題，而下半場呢亦都有一次咁嘅問題出現。去到後段呢，多蒙特換入巴蘭特啦。雖然佢係換翼鋒位置嘅雷拿，但係佢係會收入中場度攞波，甚至其實係鬥得幾深。想喺中場中呢攞到呢個人數嘅優勢。但係啊，辛尼啊亦都係會收入跟翻佢嘅。最後補充多少少啦，其實拜仁踢高位防線，就算佢嘅中前場啊幾勤力都好呢，佢哋嘅中堅平時都真係要練下田徑先掂啊。因為一個長傳啊就係要鬥跑噶啦。另外啊，門將亦都唔止淨係要控制個禁區，要識得去出營。所以你見到逼搶或者高位防守，其實都係一環扣住一環啊。同埋中前場球員壓咗上去之後啊，若果俾人放到長波，其實好多時候佢哋都翻唔切嚟，要後衛去1對1。所以喺每個位置上要求嘅球員質素呢係要非常之高。最後就做個個別球員嘅短評。今場利雲道夫斯基真係俾咗一個完全世界級嘅表現。全場12次嘅逼搶，有回後組織，仲可以1打2添。傳球成功率93%，有領銜反擊，仲俾到奧斯爾式嘅 killer pass。做到晒費明奴所做嘅工作，但係仲要入埋波添啊！真係諗唔到佢仲有啲咩可以做噶啦。佢嘅 expected goal chain 呢，亦都係全隊最高。之前亦都解釋過啦 ，expected goal chain 即係計算 expected goal 裏頭嘅參與度。希望佢今年能夠攞到個真嘅金球獎啦。跟住就到靴南迪斯啦。呢位8000萬歐元轉投拜仁嘅後衛，透過今場波啊，就話俾你聽點解佢值呢個價錢啦。12次對抗贏咗8次，5次爭頂贏咗4次，再加上1個助攻。另外啊，最後球反擊亦都係佢報到夏蘭特轉身贏個波翻嚟。後備出場嘅辛尼今場又再次成為後備殺手啦。繼周中歐聯後備入波之後，今場又幫到球隊去奠定勝局。當正選係高文加拿比嘅時候，後備係辛尼同埋杜格拉斯哥斯達，真係要用屈機嚟形容拜仁嘅板凳深度。最後要講講哥列斯卡。今場波9次嘅波 recoveries， 4次斷球，3次攔截。頭先講過拜仁唔介意失去控球權，最緊要係搶得翻啊嘛。佢就幫你搞掂晒呢啲 dirty work。
嗱，多蒙特方面先講夏蘭特啦，真係睇到呢位球員好有鬥心。先係33分鐘俾金美治咁樣鏟法都繼續去，後邊嘅萊斯都即刻嗌晒啦。最後竟然係金美治受傷。另外去到最尾拜仁入嗰球，俾香南迪斯搶到波之後佢亦都瘋狂式跑後回防啊！咁試問又有幾多前鋒會咁樣做呢？賽後佢亦都明白到自己把握力嘅問題，知道今場波係需要入多啲嘅波先可以喺呢種強對決入邊贏到。見到佢成個態度都感覺到佢會有亮麗嘅未來啊！例如左閘嘅古里路今場波貢獻2個助攻啦，8次 key pass， 覆蓋範圍好大。話咗俾大家聽，現代閘位嘅工作除咗要打晒成條邊線，更加可以係球隊創造力嘅來源。最後總結一句啦，今場波嘅分野其實由 expected goal 嗰度都睇到噶啦，都係落咗喺球員質素同埋把握力方面啊。咁但係縱觀全場嘅表現同埋比數，似乎多蒙特又再拉近咗同拜仁嘅距離。今條片就嚟到呢度。咁如果你中意我哋影片，記得 like 啦、subscribe 啦，同埋 share 俾你哋嘅朋友知道。咁可以 like 埋我哋 Facebook page 同埋 follow 我哋嘅 Instagram。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